至少要交低大概94萬，先至可以住得起呢一度。不過俾完呢筆錢之後咧，就可以住到終老，但係入住嘅條件咧就係至少都要有60歲啊。因為彩頤居就係房協專係幫長者而設嘅一啲住屋計劃嚟㗎。究竟呢一度嘅單位設計有啲咩咁特別？而同一般私樓對比，呢度嘅租金水平又係點呢？今集啦，我哋會探訪一個住喺呢一度嘅老友記，兼參觀一個一房單位，分析下入住呢一類嘅另類房屋有啲咩要注意。睇片之前，如果你都仲未訂閱28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房協喺1999年開始推出長者安居樂嘅住屋計劃，以終身租住嘅形式出租單位俾60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。連埋今年下半年入伙嘅聖頤居，而家已經推出咗4個呢一類嘅住宅項目，分佈喺將軍澳、牛頭角、紅磡同埋粉嶺。而今集睇嘅彩頤居就係位於牛頭角彩霞道，隔離就係淘大花園啦。屋苑一共有333個單位，以開放式同埋一房為主。喺2004年落成，樓齡大概22年度。咁如果老友記喺60歲嗰陣入嚟住，而家都超過80歲㗎啦。所以彩頤居有唔少住戶都係介乎80到90歲，有幾位更加超過100歲。同一般私人樓唔同，呢一類長者屋唔係每個月交租，而係入住嗰陣一次過俾一筆租住權費。費用嘅多少就係視乎年齡同埋戶型而定。用彩頤居做例子，開放式單位嘅租住權費會少過一房，而越大年紀入住，要俾嘅費用亦都會少啲。假設一位住戶喺60歲嗰陣入住開放式單位，要俾嘅租住權費至少大概117萬。去到75歲嗰陣，至少要俾嘅費用就會降至大概94萬幾。除咗一開始要俾嘅租住權費，入住者都要有一定嘅經濟能力。例如60到69歲嘅一人申請者，佢嘅收入同資產至少都要有大概576萬。二人家庭至少都要有大概826萬。70歲或者以上嘅要求雖然係低一啲，咁但係至少都要有大概444萬。對於經濟能力未達到要求嘅申請人，可以揾人擔保，人數不限。不過其中一位又或者其中2位嘅擔保人，每個月嘅收入唔可以少過大概75800蚊。咁究竟呢一種嘅租賃方式計翻出嚟嘅月租係幾多呢？同同區私樓對比，係貴啲定係平啲呢？睇完單位之後，再同大家計一計數啊！咁可能因為只係預咗1-2個人住，所以彩頤居成個盤都係細單位嚟㗎。一共有79間開放式戶，同埋254間一房，全部嘅實用面積都唔過400尺。屋苑係單棟式嘅物業，用防煙門分成 A、B 兩區，各有升降機大堂。參觀單位喺高層 B1 室，係實用面積374尺嘅一房。用60到64歲嘅入住年齡計，終身嘅租住權費大概係216萬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搭 lift 上去參觀單位啦。咁見到升降機裏面咧都做晒扶手啦。咁最特別咧，甚至呢度咧仲有2張凳，即係可以坐住 lift 上去啦。一出 lift 咧，見到走廊咧都係比較闊啦，咁同埋兩邊咧都做晒啲扶手，咁甚至咧都有啲凳喺度咧，就係俾老友記咧，如果等 lift 咧攰嘅時候都可以坐低休息下。用參觀單位所在嘅樓層做例子，A、B 兩邊各有8個單位同3部 lift， 平均每2.6戶分到1部。咁呢一個咧就我哋今日會參觀嘅單位啊，見到個大門咧都做咗一個雙防盜眼嘅設計啦。下面嗰隻咧其實就係俾翻一啲坐輪椅嘅老友記去用啦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入屋去睇下啦。一入單位咧，見到其實咧呢度咧係已經冇咗1級㗎啦。咁其實成間屋咧，無論去廚房啊、浴室啊、房咧，都係冇門檻嘅，咁就唔使話驚棘親。咁再仔細啲留意下咧，呢度嘅燈掣、電掣個高度咧，都同出面啲樓有啲唔同㗎。咁例如咧，燈掣就會做得矮啲啦，電掣亦都會做翻高少少。咁用起上嚟咧，就唔使話叮高腳啊，又或者烏低身啦。玄關對上嘅天花裝咗火警鐘，萬一發生火警，租戶唔需要打開門都可以即時知道，而單位裏面亦都有煙霧感應器同埋灑水器。經過玄關嚟到客廳，
單位有做翻新，有基本嘅裝修。咁嚟到客飯廳啦，其實整體嘅開則咧都幾四正㗎，但係考慮到咧，因為嗰邊咧有隻廚房門啊，咁家私咧就只能夠係靠翻呢兩邊牆身擺啦。咁其中一個擺法咧，我諗過就可以呢度擺張梳化，咁跟住電視機櫃咧就擺喺呢一度，咁然後梳化側邊剩低呢一個嘅位置咧，就可以擺張細細嘅餐台。咁事實上個廳就唔算話好大，咁不過勝在有兩邊窗，可以幫成間屋引入更多光線，加強翻空間感。咁大窗向西南方，望淘大花園為主。咁至於細窗就係向東南方，打開之後可以加強翻空氣流通。咁睇完個廳咧，我哋跟住就睇廚房咯喎。咁見到個門口咧係比較闊身一啲㗎，咁都係方便一啲坐輪椅嘅老友記去用啦。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度嘅工作台面咧，都係專登做矮咗少少。咁成組櫥櫃咧，其實都預留咗啲位置咧去擺電器㗎啦。咁例如咧洗衣機就可以擺呢度，跟住呢度咧就可以擺抽油煙機。咁然後剩低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雪櫃。咁但係所有嘅電器咧都係要租戶自己買啦。櫥櫃以淺色做主調，整體設計比較簡約。咁星盤對上有窗，有需要嗰陣可以打開埋嚟到排走油煙。睇完廚房，我哋過去隔離個浴室睇睇啦。咁見到咧，其實呢一個門口咧都係做得比較闊一啲啦。咁同時咧，佢都做咗一個雙向嘅設計。咁咩意思咧？即係向入邊開，向出面開都可以。咁就係方便救援嗰陣咧，唔會話整到入邊嘅租戶啦。咁我哋入去睇下啦。咁其實咧都已經有晒基本嘅配備啦，包括就係洗手盆啊、企缸、坐廁咁樣。咁但係同出面啲樓最大嘅分別咧，就係佢呢度裝咗好多扶手，咁同埋呢個企缸門咧，其實都可以拆得嘅。咁就係第時如果老友記係需要坐輪椅嘅話咧，就可以方便翻佢沖涼啦。咁浴室嘅天花裝咗暖燈，沖涼嗰陣就唔怕凍親啦。咁由於浴室係比較容易發生意外嘅地方，所以呢一度都裝咗緊急召喚裝置。萬一跌親嗰陣，都可以即時通知到24小時嘅當值人員。咁事實上唔單止浴室，睡房都有呢個裝置㗎。咁睇完浴室啦，過到對面咧就係睡房咯喎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入嚟睇睇啦。咁呢度嘅空間咧，的而且確咧，真係比出面啲私樓嘅睡房咧係大得多啊！咁絕對嘅位咧係做到三邊落床。咁以前咧做一隻古仔咧，都有聽設計師講，如果兩公婆老咗嘅話咧，空間許可咧，最好都係做翻三邊落床。咁因為咧其中一個起身嘅話咧，就唔使話跨過另一半，咁啊唔使驚棘親啊，或者可以減低嗰個意外發生嘅風險啦。睡房嘅面積拍得住個廳，除咗雙人床之外，相信擺完衣櫃之後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。咁成間房有兩隻窗，主窗亦即係有窗台嗰隻，面向東南方，同客廳唔同。除咗淘大花園之外，會望到多啲綠化景色，以至到公共游泳池。咁至於側窗就係同客廳一樣，向翻西南方，以樓景為主。咁每當有租戶退租，單位就會重新出租。根據立法會嘅文件，彩頤居喺2014到2023年期間，每一年有大概9到22宗嘅終止租約個案，原因有包括租戶離世、入住安老院舍，同埋搬去親友居所居住等等。而呢一項嘅住屋計劃本身都有退租機制，喺唔同時間退租，退還嘅租住權費百分比都會唔同。住得越耐，退還嘅百分比就越少。咁例如借住1年嘅話，就會退到7成；而住夠14年或者以上，就只會退返1成。咁假設租戶喺60歲嗰陣入住參觀單位，一路住到85歲，扣咗大概1成嘅退還金額，期內嘅租住權費大概194萬，除返開每個月嘅租金就大概6500蚊到。咁若果對比隔籬淘大花園同樣370幾尺嘅單位，睇返我哋嘅28House App，近期做緊嘅月租就大概16000蚊到。喺呢一個情況之下，彩頤居嘅租金就會平過同區私樓，不過月租嘅多少都好視乎居住年期嘅長短。咁用同一個單位做例子，咁若果借住咗5年就退租，除返開每個月嘅租金都挨近17000蚊。住夠10年先至退租，
每個月嘅租金都要大概12,400幾，居住年期達到24年或者以上，先至係啱啱所講嘅租金水平。不過冇人知道自己幾時離世。簡單嚟講，想平啲租金就要同房協鬥長命，租住時間越短就越唔划算。除咗呢一樣不確定因素，另一個需要注意嘅地方就係有機會犧牲咗租住權費帶嚟嘅投資回報。截到6月30號，美國20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大概係4厘8度。如果唔租彩宜居，拎住大概216萬嘅租住權費去投資，每一個月就可以收到大概8700幾蚊嘅利息收入，夠俾同區私樓同類單位大概一半嘅月租。不過部分私樓業主未必肯出租單位俾長者，所以呢一類計劃就正正填補咗私人市場嘅缺口。首先就係確保到老友記可以租到樓，而且可以續租到終老。第二就係唔需要擔心被加租。第三亦都唔需要承擔大廈維修保養嘅責任，變相鎖定喺住屋方面嘅開支。對於有需要租樓嘅長者嚟講，呢一類住屋計劃都係一個選擇。不過對於有樓起手嘅老友記，又有啲咩誘因住喺呢一度呢？住咗彩宜居大概4年都係富山。之前佢同太太住喺將軍澳一間3房嘅居屋單位，間屋到而家都仲喺度㗎。退休之前，佢係一間足球學校嘅老闆，有教開踢波，本身亦都有考慮其他嘅退休計劃。其實嗰陣時都要考慮好多因素，譬如話逆按揭啊，或者係將買多間屋去收租啊，定點樣啦。咁因為有一次偶然機會咧，就探我老婆嘅閨蜜，入到嚟佢嘅設施比較吸引我，同私人屋嗰啲唔同，個鄰舍關係啦。我諗係鄰舍關係同埋安全感，呢兩樣嘢係最重要，吸引到我哋。富山最終喺62歲入住彩宜居，透過屋苑舉辦嘅興趣班，佢同太太都認識到唔少朋友。其實呢度啲人質素好高嘅，即係好多都係可能係啲教師啊，或者退咗休嘅行政人員啦，都好有禮貌。老實講啦，大家都喺度住到終老嘅，咁亦都唔係好容易去得罪人啦，係咪啊？譬如話我會去做健身室啦，健身室就識到一班人有傾偈啊咁樣。譬如我太太去跳舞蹈班啊、唱歌班啊，咁佢就會識到唔同嘅人。所以咧就你個社交圈子就會大啲咯，尤其是我哋無兒無女冇人理我哋噶啦，咁樣我哋就會有一班新嘅朋友，大家互相守望咁樣。除咗鄰舍關係，住得安心，亦都係富山揀住喺呢一度嘅原因之一。其實我最初係俾一個服務吸引我嘅，就係叫緊急召喚服務。最近都用過一次，就係話我嗰日突然間個心好唔舒服，咁我就撳啦，咁跟住咧。其實唔使2分鐘咧，就有人敲門啦，管理員啦，同埋有一個護士姐姐帶埋樽氧氣樽上嚟，俾你吸咗氧氣先。咁跟住咧，佢就好忙嘅，就幫你度下呢個含氧量啊。話負擔你血壓都低喎，不如我幫你 call 車啦咁樣。跟住5分鐘之後就有車送咗去聯合醫院。坦白講，我無兒無女啦。當你有個仔個仔孝順啦，但係佢都唔夠佢哋快，佢哋2分鐘上到嚟。咁你個仔都會翻工，都唔喺度噶嘛。呢個安全感係有錢都買唔到咯。由於彩宜居2樓係一間安老院，裡面有護士站，所以如果住戶有需要嘅話，樓下嘅護士都可以即時上門跟進，甚至快過救護車。除咗一啲緊急情況，喺日常保健方面，屋苑會提供每一個月1次嘅簡單身體檢查，包括度體重、血壓、血含氧量等等。而每1年都會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，幫住戶跟進住健康狀況。另外啦，住戶每一個月可以有1個鐘頭嘅簡單家居檢查同維修服務，例如換燈膽一啲嘅小事，都可以揾職員幫手。而屋苑嘅1樓同3樓都有唔少公共空間同設施俾住戶使用，包括圖書館、電腦室、室內恆溫泳池、音樂室、健身室等等，其中健身室有教練當值，指導老友記做運動，而部分設施例如畫室同舞蹈室就做過翻新。1樓仲有由保良局承辦嘅診所，提供中醫、西醫同埋牙醫等等嘅診症服務。除咗診所之外，飯堂同禮堂都係一般私樓比較少見嘅設施嚟㗎。就算打風或者紅日，
飯堂都會供應午餐同晚餐，價錢都唔算貴，一個套餐都唔到60蚊。而禮堂就可以俾老友記搞下活動，有時有啲健康講座都會喺度舉行㗎。不過要留意啦，部分設施需要額外收費。例如泳池同健身室兩樣嘢夾埋嘅月票就大概240蚊到一個月。而住戶如果想私人租用跳舞室，每個鐘頭就大概233蚊，畫室就大概119蚊。不過如果係參加興趣班而用到相關嘅場地，就唔需要額外再俾錢。部分興趣班都係免費㗎，就算要收錢，大部分都只係收返行政費用，一堂都係幾十蚊到。同私人市場唔同，彩頤居嘅租住權費冇包埋管理費，開放式單位每一個月要俾大概1400幾蚊嘅管理費，一房單位就要俾大概2200幾。另外啦，每一個住戶每一個月都要俾大概435蚊嘅服務費。咁所以住戶仲有一點需要留意，租住權費雖然某程度上鎖定咗租金方面嘅開支，但係老友記都要有心理準備，入住之後每一個月都要承擔一定嘅雜費開支。總括嚟講，呢一項計劃比一般私樓優勝嘅地方主要有4點。第一，確保老友記續租到終老。第二，唔需要承擔大維修費用。第三，屋苑有緊急醫療配套。第四，單位採取長者友善嘅設計。不過要留意嘅地方同樣有4點。第一就係入住嘅門檻唔低，老友記要有一定嘅經濟實力。第二，一開始要交低一筆租住權費，就有機會犧牲其他嘅投資回報。第三，入住之後仍然需要負擔管理費同埋服務費等等嘅各項固定開支。第四，除花開每一個月嘅租金多少，就好視乎住到幾耐呢一項嘅不確定因素。睇返彩頤居嘅周邊配套啦，屋苑樓下有巴士同小巴路線去九龍其他地區，而樓盤距離九龍灣站亦都係10分鐘到嘅步程。咁至於買嘢方面，住戶可以依賴淘大花園嘅商場，裏面除咗有賣日用品嘅商店，亦都有提供唔同菜式嘅餐廳。想買日常生活所需，又或者想出街食餐飯，都可以滿足得到。今集睇嘅彩頤居啦，佢個會所啦，同埋啲單位嘅設計咧，好多咧都係為老友記而設㗎。咁其中一樣咧，我覺得最貼心咧就係佢嘅醫療配套啦。咁個樓盤裏面咧有埋護士站，咁就可以應付一啲突如其來嘅醫療需要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住得呢一度咧都有翻咁上下嘅經濟實力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有啲乜嘢嘅老友記會係合適住呢度咧？咁第一啦就係有一定嘅財力啦。咁第二咧就係可能冇仔女啦，又或者屋企人咧係長期喺外國。萬一發生一啲咩事上嚟咧，唔可以話即時睇到或者照顧到嘅老友記。唔知大家又點樣睇房協旗下呢一類嘅長者安老計劃呢？都可以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咁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